如梦境这么迫不及待。不寒，祖母，刚才虽和夫君过了仪式，但是还未曾喝过交杯酒。安远，你放心，你既已嫁入叶家，叶家必不会委屈你。在下齐香阁叶家，叶不寒。小女睢阳小户陈如梦。睢阳还有制香师，那就开始吧。第一轮，闻香识方。安远，今年斗香的主题定为春花，我就是为了庆贺你和不寒的婚事。叶老夫人，你们白叶两家联姻，那真是喜上加喜的大好事。平谷白家是上京首屈一指的药材大户，安远又是我的义女，这桩婚事怕是得十里服装啊。灰白龙涎香，为君。一指老山盘麝香人。微尘。牙庄白旗，龙耳，附森红土，右旋梅花龙。泛蓝乳香老安息藏红花白木老金元。帝君三陈九子。还有18副来配伍。这睢阳女子调制的香，竟然和你孙儿一模一样。看来这香是斗平了。那就请二位各自燃香吧。第二轮，燃香赏花。香块虽为花形，但不足为奇。熏香又点燃了，竟然是粉色的耶！此香名为海棠春令，香气多为白色和蓝色，粉烟可谓是闻所未闻，难得一见。这香型逼真，香气清甜，神似春花。那看来今年的魁首还是我叶哥哥了。陈姑娘，该你了。
阿娘，今日就当给你祭祀了。这尊石山景观竟是香炉，真是飞流直下的仙境之感。此香名为灵香山海。大胆，竟敢在我叶府燃死人香，你是何居心？死人香，回郡主娘娘，此香是通过烟气倒流的方式，将亡魂从阴间带回阳间，故而被称为冥府之路。仙人在天，此香由上而下，寓意天上神灵保佑我们，故小女做此景观香。此香感官虽好，但香气太淡了。恕小女冒昧，小女认输便是。看，有蝴蝶飞进来了。竟然有蝴蝶闻香而来，此香可赛过真正的春花。蝴蝶春花，小女不曾想，竟与叶公子如此心有灵犀，竟做了同样的配偶。确实心有灵犀，无意间捡到陈姑娘的配饰，特意来还。多谢叶公子，这是小女母亲留下的遗物，小女一直佩戴在身上，幸被公子捡到。叶公子又不是小女的夫君，这样做恐怕有些不妥。沉香微醺，轻烟如梦，你要不要和我成亲？一介贱人入不了叶府的门。我要的不是他的人，是他的制香手艺。你若执意要娶她，必须同时迎娶白安远，她才是门当户对的叶家娘子。今日叶府同取2级，流水席设1天1夜。叶不寒，我绝不会让你碰我。如梦境这么迫不及待。不寒，祖母，刚才虽和夫君过了仪式，但是还未曾喝过交杯酒。
安远，你放心，你既已嫁入叶家，叶家必不会委屈你。不明来历的新娘子，在大婚之夜刺杀叶家毒死。刚才如果不是我，你已经被乱棍打死了。请公子恕罪，如梦自小在外漂泊，常遇歹人。刚刚是因为听见门外有响动，这才不得已拿出了刀子用来防身。只是如此。如梦刚刚本想替公子挡在贼人面前，却不想挫伤了公子。今夜是你我大婚之夜，不要叫我公子。请夫君恕罪。帮我上药吧。你父母双亲不在，又非本地人，步步为营进我叶家，你到底什么目的？那日与公子斗香，感受强烈。小女相信，最接近神魄的感知就是嗅觉，何况你我二人，又织出了同样的想法。那日制香室，你故意撞我怀中，让我闻你指尖的香味，还有地香炉的手。制出同样的香法，还有你母亲的项链，日日戴在身上，又怎会轻易丢失？你所走的每一步，都有你的算计。如梦早就听闻叶家公子风度翩翩，当年曾在奇香阁一见，便生得爱慕之心，非公子不嫁。可近日听闻公子要迎娶白家娘子，所以才出此下策。如梦只希望能有机会陪伴在公子左右。既如此，你的香方便当做嫁妆吧。今日我身体不适，先回书房睡了。请祖母喝茶。好了，都起来吧。既然已经嫁过来了，就都是叶家的人。从今以后，叶府就是你们自己的家。不必拘束。祖母，我与叶家上下相识多年，自然是不会拘束。那就好，晴之。
从今往后，我手上的这块掌家令牌就交给安远了。此后，安远可以自由出入奇香阁、西南阁，协理叶府上下。白姐姐庄安，妹妹只是想帮忙，并无恶意冒犯姐姐。并无恶意，那便是承认你是有意的了。陈娘子，你偷掌家令牌，冒充白娘子身份。现如今，白娘子是掌家之人，而陈娘子是犯错之人，你应当跪着回话。我与白姐姐同为叶家娘子，如何跪下回话？陈娘子既然不懂规矩，那就别怪我们下人手脚粗笨了。叶家的仆役里竟有白家的人，也罢，尽快脱身要紧。今日之事是如梦之错，还请姐姐责罚。既然你想帮忙，那你可知，这春日里繁花似锦，但是奇香阁的制香房却独独缺了一位，真是可惜。妹妹从小便研习制香，若让妹妹入制香房，定能帮姐姐补上失了的气味。那就把陈娘子捆了，送入香炉来炼香吧。我们白家也是原料大户，但你肯定比我要清楚。抹香鲸肠内的龙涎香是稀世珍品，从麝鹿身上提取的麝香，更是留香时间最长的香。动物的香脂原就比植物的更加浓烈，而如今的奇香阁缺失的便是一位女人香。听闻陈娘子爱慕叶公子已久，又擅长制香，若是陈娘子愿意和花儿们一块放上蒸笼，那才是不枉嫁入叶府，为奇香阁做了大贡献呢。才区区2日，姐姐便如此记恨于我。静灵，不得造次。2日，妹妹好记性。昨夜是你与夫君共度春宵，于我而言，又怎会是1日的时间？把它给我蒸了！你干什么？不是我干的。有没有好一点？回少爷的话，这便是刺伤陈娘子的凶器。陈娘子，你以后可得当心点儿，这伤位于锁骨下方，幸得没伤到心脏，才捡回一条命。捡回一条命？姐姐说的如此轻描淡写，难道妹妹的命就该被视如草芥吗？白娘子就算再记恨于我，也不至于要取我性命吧？荒谬！我何时要取你性命了？你偷掌家令牌还有理了？叶老，今日并非是我不小心，而是白姐姐记恨昨日我与夫君同房，于她而言，则是度日如年。掌家令牌一直都在姐姐手中，且路过的工人都听见了，她就是记恨于我，所以才想置我于死地。叶哥哥，夫君，你昨夜未来我房中，我确实心有不甘，但是我从未动手伤害过陈妹妹。精灵，主君，陈如梦一向小人做派，白娘子名门贵女，自然是被冤枉的。这就是你教出来的丫鬟，牙尖嘴利，全府皆知金陵是你白家的人，让她作证，能有几分真？若你没有伤害她，那祖母送你的簪子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？出事的时候都看见了。
我是平谷白家独女，十里红妆嫁进叶府，今日又得老夫人掌家令牌，我有何理由要害她？叶老，姐姐出言责罚，妹妹死不足惜。只是我初入叶府就遭此横祸，昨夜行房，全府上下都知我对叶郎情深意重。如今令牌在姐姐手里，今日之事如果没有一个解释，我以后还如何留在叶府？只有被赶出去，等着无家可归了。祖母应允，收回白娘子的掌家令牌。豆蔻，还不快过来喊人！主君万安。倒是个懂事的。豆蔻是我睢阳远亲，虽自小贫苦，但还算机灵。白姐姐身旁那么多仆役和丫鬟，如梦如今受了伤，只想身边能有个贴心的人伺候。叶郎可能体谅。无妨。不恒，你带他下去安置。是。娘子今日可真是辛苦了，折腾了这一番功夫，不会就想让一个小丫头进府吧？如梦只是因为受伤了，才想起了这个妹妹。不恒接豆蔻的时候，聊到了睢阳旧事，可他却什么都不知道。你们不是打小就在睢阳长大吗？或许是妹妹年幼，忘了。你真的是睢阳女子，果真姓陈。其实我儿时有个小丫鬟，她的名字里也有一个梦字，只是她母亲犯了错，连累她小小年纪就被赶出了叶府，生死不明。不过，她是叶家仇人的女儿，死不足惜。今日看你受伤，我突然想起那小丫鬟的后背，有一块红色胎记。就像一朵绽放的春花，不知道你能不能想象呢？若要去此胎记，且不留痕迹，得割去半张身子的皮。姑娘，可要想好了。殿南婆婆，我意已决，请开始吧。不恒查到时，已已亡故。可他身上又有太多端倪。妈妈既然已经收下了这金元宝，那这姑娘便是我的。那是自然。姑娘醒了，我们也不便打扰南清公子的雅致了。走吧。如梦姑娘，你醒了。你是谁？在下南清。那日在叶府斗香大会上，姑娘至道留香，
引蝴蝶穿花，令人印象深刻。来，你既是叶府座上客，明知我身份，还敢造次！姑娘误会了，我是来给姑娘上药的。他们下手也太狠了，叶家也不管一管。南星公子，我如今已是叶家娘子。手腕红肿看似是小伤，若不及时处理的话，会落下病根的。为什么和窦香当日的蝴蝶穿花全然不同？制香师确实按照少爷给的香方制作，已尝试多日，却达不到效果。想必是陈娘子并未把这其中的门路都写在香方之中。你何时又懂制香了？不好了，陈娘子不见了！与南清公子一见如故，真是很难得。只不过我差不多该回叶府了。如今你身在叶府，以后想要找机会秉烛畅谈，就不容易了。我听说叶公子的脾气一向不是很好，近年来连奇香阁的制香师都没留下几位。可能是奇香阁的香已经大不如从前了吧。我还记得10年前第一次闻到奇香阁的叶灵，清甜雅致，令人印象深刻。南公子也喜欢叶灵？对啊，这个。叶公子，夫君，我只是与南清公子聊到了香方，彼此感触颇深。你们只是秉烛夜谈。叶公子莫要误会。不过，不得不说，如梦姑娘的香方和叶灵有异曲同工之妙，并且她和那位制香师也十分神似。你说什么？你见过叶灵？往后你就跟阿娘一样。没什么。下次娘子可要记着，娘子如今在上京有家，记得回家。我涵，这是梦儿，以后你们一起玩。梦儿，你跟着我，这里便是你家，